霍雨浩，你不能死！我用完所有手段，为了不相干的人而牺牲，值得吗？霍雨浩眼中闪耀出一抹决然。冰帝、天梦哥、雪女，对不起，我不能再带着你们朝着未来的神之路冲击了。当我离去之时，我会将你们转给秋。他体内有着纯粹的龙神血脉传承，你们跟随着他，继续朝着那个方向迈进吧。这些年，谢谢你们，是你们让我从一个平庸少年走到今天。精神之海内，冰帝慌了，属于他的那部分本源之力疯狂调动，想要阻止霍雨浩疯狂的行为。精神之海内，天梦冰蚕同样也慌了，他在怒吼着笨蛋二字，金色的泪水却不停流淌。原本悬浮在霍雨浩背后的雪女被一股强大的力量重新洗回体内，也进入到精神之海内。已经有10岁左右小女孩模样的雪地，原本巧笑嫣然的眼眸多了一抹悲伤，也似乎多了一抹灵动。可是他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在这精神之海的世界中，霍雨浩才是真正的主宰。这份主控权当初还是天梦冰蚕亲自让给他的，而此时此刻却成为了对他们最大的限制。在这一刻，他们都已经明白了霍雨浩要做什么，但是却是谁都无法阻止他。霍雨浩的3只眼眸是那么的明亮，远处东方天际渐渐亮起的那一抹鱼肚白，也根本无法与他那如同繁星般的眸光比拟。4长老身上一道道幽冥剑光不断朝着霍雨浩这边斩来，但诡异的是，无论他的攻击有多么密集，有多么强势，却只能是从霍雨浩身边掠过。在霍雨浩身上似乎有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始终守护着他，不让任何外敌侵入。一道淡淡的光影出现在霍雨浩背后，然后虚旋而起，这道身影就是他自己。淡金色的霍雨浩光影此时显得平和而沉静，闭合着双眼，盘膝而坐，双手在身前，食指和大拇指合成心形。奇异的金色光雾就在这种情况下，在这光影上开始升腾。不，那不是光雾，应该是火焰才对，燃烧着的火焰。周围的一切都亮了，就像是清晨提前来临。每一名邪军魂导师团的魂导师们在这一刻都有种难以名状的感动，他们甚至拿不动手中的魂导器似的，把这些凶器一一放下，只是目光呆滞地看着那头上虚旋自己光影并且在缓缓燃烧着的男子。这一刻的霍雨浩看上去是那么的高大，他的眼神高傲，仿佛是在俯瞰众生，他的笑容平和，似乎又带着对这一切敌人的不屑。他在燃烧，在燃烧自己的精神之海。他疯了吗？竟然还可以这样！无论是3长老、4长老，还是刚勉强从灵魂冲击中恢复过来的乌羽，看着霍雨浩的眼神都充满了震惊。魂师在面对极度危机的时候，有时候会选择燃烧自身魂力，以产生强大的攻击力，可一旦燃烧就很难终止，就算终止了，修为也会大损，很可能会造成终身的创伤。若是不能终止，那么就会抑制魂力，燃烧到枯竭而死。因此哪怕是面临绝境，也很少有魂师会选择燃烧自己魂力的。至于燃烧精神力，燃烧精神之海，更是闻所未闻。精神力、灵魂，无论是在魂师的圈子，还是在魂导师圈子，都依旧是十分玄妙的存在，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它究竟是什么。哪怕是精神系的魂师，在修为不足之前，对精神力都只是一知半解。乌羽对精神力的了解倒是足够深刻，可是要让他点燃自己的精神力，他是绝对不敢的。精神力与灵魂息息相关，精神力一旦点燃，想要控制，比燃烧魂力更要千难万难。魂力燃烧控制不了，人死了，起码灵魂还在；可精神力燃烧起来，几乎是必然控制不了，而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形神俱灭啊！这家伙疯了吗？我们也没说要杀他。乌羽并不知道的是，霍雨浩之所以毅然决然地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是他自认亏欠王圈太多，在这危机关头，王圈又来救他，说什么他也要保护王圈的安全，把王圈送走，而这就需要足够强大的力量才行。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来自于乌羽的威胁。风灵被变成老鸨，在霍雨浩心中形成了严重阴影，他宁可形神俱灭，也绝不愿意成为第2个风灵，这也是他能定下死志的重中之重。左脚向前踏出一步，霍雨浩那莹润的双眸突然变得柔和起来，一道金色光影悄然出现在他背后。和从后面抱住他的王圈相比，这道身影看上去要纤细一些，头发是直发，可不正是王墩儿的形态吗？他悄然前飞，做出拥抱的姿势，贴上融入，与霍雨浩合体。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正是从王圈身上经过。王圈全身一颤，美眸中多了一份凄然。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他心中依旧只有他啊。东儿光影融入，霍雨浩的目光变得更加柔和了。在这一刻，他那双眸之中已经没有了眼前的敌人，有的只有思念。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思东泉，思如泉涌，一种说不出颜色，但又仿佛拥有着全部色彩的光芒凝聚成拳。霍雨浩似乎没有目标，就那么一拳轰击在空处。但是就在这一拳轰出的时候，包括2位封号斗罗、1位魂斗罗级别的3位邪魂师在内，所有人却都感觉到那一拳仿佛是轰向自己，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瞬间在他们心中蔓延开来。4长老首当其冲，他就是此时霍雨浩正面的敌人。幽冥剑竖起，第7魂环光芒闪烁，4长老的身体瞬间化为一道乌光，融入到剑身之中。紧接着又是一声凄厉的惨叫，幽冥剑上附带的9个幽冥灵魂之中，第2个破碎，先前的紫色剑影也随之出现。嗡！整个空间剧烈的一震，4长老刚刚完成武魂真身的幽冥剑，竟然就那么在震荡中荡起，紫色剑影居然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硬生生的重新压回了幽冥剑本体，消失不见。而空中那些已经退开相当距离的邪军魂导师团成员们，一个个却是不知道受到了怎样的感染，一个个泪流满面，情绪不能自已，甚至连飞行都有些控制不住了。他们手中的魂导器纷纷从掌中跌落，如同一片钢铁之雨般落向城内。此时此刻，在这些魂导师们心中，唯有思念，思念着他们最爱的人，一切战意皆无。这就是思东拳的最高奥义，不是直接的威力，而是直接在情绪上的影响、控制，甚至是摧毁。精神力越强，情绪上受到的影响反而会越深，尤其是心中有与霍雨浩释放着思念情绪共性的人更是如此。3长老原本已经举起，准备用一种强大魂导器去毁灭霍雨浩的右手，硬生生地停滞在了空中，而他的目光却已经完全看向了身边的南水水。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此时此刻，他最为思念的人儿就在身边，一抹幸福的微笑竟是不知不觉地出现在他面庞之上。在这一刻，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在这里是干什么的，更忘记了向霍雨浩发动攻击。乌雨受到的冲击甚至还要超过3长老，他和乌云乃是双生姐妹，有着极其类似的境遇。当初乌云情绪上出现的变化，他也一样会出现。尤其是看过了霍雨浩先前模拟魂技的展示之后，他此时的情绪波动甚至要比当初他姐姐更加严重。此时在他脑海之中，各种复杂的情感就像是火山喷发一般向外爆发。当初的乌云还本能的发动反击和防御，可此时的他悬浮在那里却是一动不动，整个人完全呆滞地注视着下面的霍雨浩，血眸之中各种情绪波动纷纷翻翻，不断的交替变换着。相对来说，4长老受到的影响就要小一些，可是他却在思东拳的正面啊！那一拳轰出，精神力与魂力的完美结合，思念情绪的纯粹融入，正面完全烙印在了4长老的武魂真身上。紫色剑意被硬生生压回，幽冥剑在刺耳的嗡鸣声中倒飞而出，一直飞出数百米才稳定住自身。霍雨浩的动作并没有停顿，当他开始施展自己的浩东三绝时，就已经忘记了外界的一切。头顶上方，那和他一模一样的光影上，燃烧的光彩更加璀璨，那燃烧的都是他精神之海中的本源之力啊！否则的话，他又怎么可能释放出如此之强的情绪，让封号斗罗都被感染得不能自已？踏前的左脚发力，霍雨浩身上再次出现了那种向上拔高的感觉，轰出的右拳抬起，化为剑指，那仿佛拥有着一切光彩的银润之光瞬间冲天，一道长达100米、宽度足有数十米的巨大剑光冲天起，那银润的剑芒仿佛要将天空也刺破一般，所过之处，整个空间似乎都因为扭曲而轻微的震荡起来。霍雨浩脸上的表情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眼中的温柔变成了痛苦，他的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眶内似乎已经湿润了，他的心绪也仿佛完全去了另一个世界。思念，由思到念，王冬儿沉睡的容颜在他眼底不断的闪现着。霍雨浩突然觉得自己很幸福，哪怕是死，他也能够在对冬儿的思念中而死。他很满足，这或许是目前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结局。恢宏的剑光从天而降，因能集于情，故能集于剑，念东剑，念念不忘。这一剑，霍雨浩有了目标，目标正是乌羽。如果不是乌羽控制了风灵，霍雨浩近乎完美的计划就不会出现如此之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此时乌羽已经完全被他的思东拳控制住了情绪，是最好的突破点。正因为他自身是精神属性的缘故，受到的影响才要比任何其他对手更强。他的武魂复仇之魂依靠的就是那无尽仇恨的情绪，可这一刻却硬生生地被霍雨浩轰入了一种名为思念的情绪。当思如泉涌之后，念念不忘又怎能回避？复仇之魂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自行动乌羽体内迸发而出，试图保护他的本体。乌羽似乎情绪也有要苏醒的痕迹，可是一切都来得太晚了。霍雨浩与王圈的融合，精神之海的燃烧，让他将自身临时提升到了凌驾于乌羽之上的层次。浩东三绝也终于完全展现出了他应有的恐怖威能。霍雨浩为什么没有使用雪地、冰地？
天梦冰蚕赋予他的能力，因为他一旦使用他们的能力，就必然要和他们继续关联在一起，就不能让他们在自己死后真正的分离出来与王秋儿结合。所以现在霍雨浩所能用的就只有他所自创的这3招浩东三绝。巨剑横空，念念不忘，柔和的光晕瞬间就将那怨灵角的支离破碎，而剑光所过之处，天空中留下的却是星星点点的晶莹光点，就像是思念的泪水在空中播撒。晶莹的剑芒从吴宇身上一闪而没，他的身体顿时在空中一僵，向后飘退数米，然后停滞在那里，眼中红色竟然有些褪去，而他那眼神居然已经有点和霍雨浩相似了。他终究不如他的姐姐，在面对完整版的浩东三绝时，没有坚持到最后一招，在念念不忘中陷入了思念的漩涡。下一瞬，那代表着魂斗罗级别的邪魂师身体就那么在空中崩解破碎，化为尘埃灰烬，与他姐姐在另一个世界重逢去了。那恢宏壮丽的一剑仿佛已经将天展开，在这一瞬间，哪怕是在很远地方的马小桃都有所预感的抬头看向日升城方向的天空。不好，日升城方向有战斗，如此强盛的精神波动，难道是封号斗罗级别的战斗？快，我们回去！马小桃心中焦急，吩咐一句之后，立刻腾身而起，背后凤凰双翼用力拍动，朝着日升城方向疾飞而去。他先前就总是有种心绪不宁的感觉，仿佛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但他一直都告诉自己，恐怕是要追上宇浩他们了吧，也一直在计划着，如果追上了，自己应该怎么办。没有3长老和4长老在，如果宇浩他们配合得好，击杀钟离3兄弟应该是很有可能的。只是邪军魂导师团的人就在附近，尤其是那名身为9级魂导师的团长，很难对付。但是直到念东剑念念不忘在空中划过的那一瞬，马小桃突然感觉到了不对，令自己心绪不宁的原因并不是来自于远方，而是来自于后方啊。难道说弟弟，你并没有离开日升城，你竟然还在日升城之中吗？有了这个念头，马小桃又哪还控制得住自己的情绪，拼命地回飞着。乌羽死了，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死了，甚至根本就没有发挥出他应有的战斗力，就那么死了。但他的死也同样唤醒了陷入思念与情感波动中的3长老，4长老也正从远处飞回，幽冥渐渐身上排在第8位、第9位的魂环都有闪现的味道。霍雨浩闭关数月，融合了自己各种能力，将精神力与魂力通过情绪的沟通完美结合之后的3大战技，最强悍的地方就在于情绪的表达。无论对手的实力有多么强大，只要在情绪上无法坚定到抵抗他精神力的侵袭，那么就一定会被他所感染。这3大战技因为霍雨浩自身精神力修为已经远超魂力境界，所以都是以精神力为主的。而当他与王秋儿完成了魂力融合，施展出这3大战技的时候，他就已经屹立在当世最强者之林了。一剑斩出，霍雨浩已是泪流满面，下斩的手掌收回到腰侧，手掌翻转，在空中奇异地划出一道星形轨迹，所有一切光彩都在这一瞬收敛。就在他那掌心之中多了一颗星，一颗金色的星，哪怕是用当世最为璀璨的宝石，也无法与它光芒相比。金子一般的心，真挚的心，充满挚爱、思念与永恒的情绪。霍雨浩闭上了眼眸，在这一刻，在他脑海之中就只有那一道身影，没有任何人和事物能够影响到他此时的心境。他已沉浸，已经彻彻底底的沉浸其中。冬儿，冬儿，冬儿，他在心中轻轻地呼唤着。他仿佛又看到了当初和他在学院里朝夕相处的人儿，仿佛又看到了他为了自己义无反顾自尽的一幕。冬儿，冬儿，呼唤着，呼唤着，那金光闪烁的真心随着手掌的推动缓缓向前。天空中风云突变，阵阵雷鸣轰响，远处黎明的曙光已经越来越亮，可在这一刻，天空却犹如正午阳光普照般亮起明媚的光彩。无名的光芒不知来自何处，但那光芒却就是那么简单的凝结成了一颗星形模样。被邪军魂导师团重新释放的所有高空探测魂导器探测信号全部出现了紊乱，下一刻，内部核心法阵轰然爆开，各自陨落。天空中那仿佛无边无际的巨大之星，与地面上那金子一般紧贴在霍雨浩掌中的心，心心相印。在天空中那颗星的背后，仿佛有一张绝美的蕉叶正在目光温柔地注视着地面的一切。冬儿，哪怕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只要我的灵魂还能有一丝波动，我也会永远的想念你，祝福你。冬儿，我爱你。手掌推出，心心相印之中，仿佛有无数流光溢彩在霍雨浩背后亮起。那光彩之中有的只是他的记忆，他和冬儿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浩东掌，生生世世。霍雨浩自创3大战技中的最后一击，这也是他第一次倾心释放的一击。天地之气浩然，思念之意纯粹。霍雨浩掌中之心突然放大无数倍，将他和他背后的王秋全部笼罩在内。大地与天空之间，2颗星瞬间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彼此相贴。而在这一刻，哪怕是3长老、4长老那样的修为，也只能是忙不迭的飞退。他们都能清晰地感觉到，如果被那奇异的星形光芒沾上一点，恐怕他们也要受到重创。眼看着那2颗星就那么在空中重合在了一起，比阳光更加璀璨的光芒，晶莹的没有半分瑕疵。星形光芒突然收敛，原本直径足有数百米的巨大星形，转瞬间就变得直径只有5米左右了。下一瞬，那巨大的星形突然拽起一道炫目的尾焰，朝着远方飞射而去。只是眨眼的功夫，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的不只是霍雨浩和王秋儿，就连先前被雷神束缚困住的南水水、南秋秋母女也一同消失了。雷神束缚在浩东长面前，仿佛已经变成了个笑话。3长老呆住了，4长老也同样如此。刚才发生的这一切，对他们来说，简直犹如身在梦中一般。这已经不能用不可思议这4个字来解释了。一名魂王，一名魂圣，这样的梳理，在普通人甚至是魂师群体中，也算是相当不俗的战力了。可是，就是这么2个人，面对的对手又有多少呢？上百名的魂导师团精英魂导师，一名9级魂导师，一名封号斗罗级别的邪魂师，还有一名魂斗罗级别精神属性的强大邪魂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魂斗罗被干掉了，上百名魂导师团精英魂导师分别从空中陨落，此时生死不知。而他们这2名封号斗罗级别强者，却是眼睁睁地看着人家跑得不知去向，却连阻拦都不敢。这要是说出去，恐怕都没人会相信吧。这一切也实在是太过诡异，太过惊人了。4长老飞到3长老面前，心有余悸的道：“刚才那小子施展的究竟是什么能力啊？竟然如此可怕！我有种感觉，如果刚才他那3招全都是对我一个人用出的话，恐怕我也要陨落。”3长老拍了拍4长老的肩膀，沉声道：“算了，无论他用的是什么能力，燃烧了自己的精神之海，他都死定了。我们也走吧。不知道圣女他们怎么样了？”“是的，霍雨浩已经死定了。”心在飞射，霍雨浩的眼神中充满了温柔。在那星形的光芒保护之中，南秋秋、南水水还有王秋儿都能清晰地看到他的面庞，却感受不到来自于外界的任何阻力。在霍雨浩头顶上方，那个和他一模一样的身影依旧在燃烧着，只不过和先前相比，这个身影已经变得有些虚幻了。3女都知道，当这光影燃烧殆尽的时候，也就是霍雨浩形神俱灭的一刻。你这样做，只是为了告诉我，在你心中只有他吗？王秋儿依旧在霍雨浩背后，依旧紧紧地搂着他。一向强悍的他，此时不知道为什么显得特别的脆弱，就像是一个随时都可能被摔碎的玻璃花瓶一般，再也没有了强势，没有半分战意。霍雨浩轻轻地摇了摇头，道：“不，秋儿，在我心中不只有他，也同样有了你，只不过是我一直不敢承认罢了。”王秋儿娇躯巨震，猛地从霍雨浩背后抬起头来。一向那么坚强的他，此时声音竟然变得颤抖起来：“在你心中有我。”霍雨浩轻轻地点了点头，从身后将王秋儿拉到自己身前，轻轻地拥着她，让她靠在自己怀中。“是的，在我心中有冬儿，也有你。我一直都不敢承认，或许才是造成冬儿沉睡、你我痛苦的最终根源。如果我早一点面对，或许局面会不一样吧。人是一种有感情的动物，你对我的好，我又怎么会看不到呢？当我知道你为了我竟然摘下了另一朵相思断肠红的时候，我自认防御能力无敌的心扉，终究还是为你开启了一道缝隙。我一直用力地捂住这道缝隙，不去面对它，将所有的爱恋都留在冬儿身上。可是我却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对不起，秋儿，是我不好，是我伤害了你，也伤害了冬儿。如果上天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那么我只有2个选择，要么都不选，要么就想尽一切办法将你们都牢牢地抓在我身边，一个也不放走。秋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其实很开心，我好想冬儿，好想回去看她。原本我已经计划好了，这次的任务完成之后就去昊天宗看她，但是现在我恐怕去不了了。如果你有时间，替我去看看她吧。如果她醒了，你就告诉她，你是她的姐姐，以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她做过的梦，帮助她忘了我。雨浩，王秋儿哭了，这还是霍雨浩和她认识以来第一次看到她是如此的无助，可是她的泪水之中却分明有着一种名叫幸福的东西。霍雨浩将她搂紧一点，喃喃地自言自语道：“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和冬儿根本就是一个人，可是你们却同时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如果只有冬儿，或者只有你，该多好啊！”秋儿，对不起。王秋儿轻轻地摇了摇头：“不要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才对，是我强行闯入了你们的生活。如果没有我，或许一切都不会发生才对。其实
我刚才就已经知道你心中的想法，我知道你想要牺牲自己来救我出来，但是哪怕如此，我心中依旧恨你，恨你的绝情，直到你告诉我你心中有我，我能感受到你的真诚，我对你的爱终于有了回报。一边说着，他从霍雨浩怀中站直身体，他本就高挑，此时双手抓着霍雨浩的肩膀，两人几乎是平视着的。雨浩，你吻过多儿吗？王谦笑了，他那绝美的娇颜宛如百花绽放一般笑了。霍雨浩轻轻地点了点头，王谦缓缓闭上双眸，让那长长的卷翘的睫毛搭在下眼睑上，轻轻地抬起头，红唇吐气如兰，吻我。霍雨浩也笑了，他感受得到自己的虚弱，生生世世的威力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这短暂的时间内，他们已是远遁百里，就算是封号斗罗不进行大范围的搜捕，也不可能找得到他们。精神之海中的精神力，在经过浩东三绝的全面燃烧之后，已经走到了尽头，他也同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冬儿，秋儿，永别了。一只手搂在秋儿腰间，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她脑后的大波浪长发。霍雨浩微微侧过头，凑到她面前，先是轻轻地吻了吻她的面颊，然后再轻触她的红唇。秋儿的唇很热，热得犹如火炭一般。霍雨浩轻触之后就要起身，可也就在这一刻，秋儿一双手臂却猛地缠了上来，紧紧地抱住他的头，让自己的红唇用力地印上了他的唇。一股难言的火热瞬间从秋儿的唇瓣中传来，本就已经十分虚弱的霍雨浩顿时觉得自己有些迷失了。而也就在这一刻，吻着他的秋儿额头前顶与他的额头紧紧地贴合在一起，彼此贴合的位置正是他们那张开的命运之眼啊！轰！刹那间，霍雨浩只觉得自己的大脑仿佛炸开了一般，一幕幕奇异的景象不断在他脑海中闪过。那是一片茂密的大森林，无数参天古树将阳光完全遮挡，在那到处都是植物的世界中，一个小小的金色身影匍匐在地。这是你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我会和冬儿有着一模一样的容颜？为什么我看上去和你们武魂融合技的光之女神如此相像吧？因为我根本就是按照光之女神的形象呈现在你们面前的。知道我是谁了吗？那小小的金色身影缓缓抬起了头，在这一瞬间，霍雨浩只觉得自己的大脑如中巨锤一般，原本心中的一切疑惑、一切不解，在这一瞬间豁然开朗。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他和冬儿会长得那么像，却又更贴近自己心目中的光之女神了。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在星斗大森林中，他是那么的纵横自如，对魂兽却有着奇异的感情，甚至会去救援暗金恐找熊。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经常会对他产生熟悉感，为什么他会有着和自己一样的命运之眼。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每一次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总会出现在自己身边。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他知道自己的一切对自己是那么的熟悉，更会不断的出现在自己身边。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人类，因为他就是那个赋予了他命运之眼的存在，因为他根本就是掌控着命运的使者，因为他早就已经踏印了他的记忆，他是三眼金女，那曾经在星斗大森林中跟他留下深刻记忆，并且赋予了他命运之眼，掌控着整个星斗大森林运导，对所有星斗大森林魂兽都有着巨大帮助的三眼金尼啊！在星斗大森林之中，守护在他身边的都是10大凶兽级别的存在。秋儿竟然是三眼金尼变的。尽管此时此刻霍雨浩自己的精神之海即将燃烧殆尽，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却依旧令他的灵魂因为震惊都随之颤抖起来。他原本正在准备将冰帝、雪帝、天梦冰残渡给秋儿的行动也不得不停止下来。秋儿，你是的，我是三眼金尼，那个傻乎乎的对你产生了兴趣，走入人类世界中的三眼金尼。你强行烙印了我的命运之眼时，就已经注定了是我命运之中的克星。那时候你烙印了我的记忆，我也同样烙印了你的记忆。在我的记忆中，你看到的只有大森林，只有单调的星斗，可我在你的记忆中却看到了人世间的千姿百态，看到了人间的美好。我和其他魂兽不同，我甚至没有命运的限制，没有他们10万年的瓶颈。如果我愿意，我会一直活下去。虽然我达不到帝天他们那样的实力，但是在星斗大森林中，就算是沉睡着的真正主宰，也只会细心呵护我，不会让我受到任何伤害。可是几万年的生命，我感受了太多太多的寂寞。当我看到了人世间的美好之后，又如何能忍得住那份好奇？于是我用了我这一生中唯一一次变化成人的机会，变成了你记忆中的光之女神。而这次变化之后，我就注定只能在三眼金尼和光之女神的形态中变化。就连我的名字王谦儿都是根据王东而起。我走进了你们人类的世界，我用身上的部分金龙血脉模拟出了金龙武魂。人类的世界
对我来说是那么的新奇有趣，可也是那么的陌生。在短暂的开心和好奇之后，我渐渐感到了恐惧，因为我完全不了解除了你之外人类世界的一切，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走到了史莱克学院，就那么出现在了你面前。和你再次相见，却已是人类身份。你认不出我，可我却认得出你，那种感觉很奇妙。或许是因为命运之眼相连的缘故，在你身边的时候，那份恐惧消失了，我感到特别的安心。于是我进入了史莱克学院，来到了你的身边。我想看看你是如何生活的，你们人类和我们魂兽之间又有什么不同。正在这时，我发现那个在你心中是好朋友的家伙竟然是女孩子，而且和你已经成为了情侣。那个时候我心中就已经是酸酸的，我才知道原来我变化而成的模样根本就是他长大后的样子。我又一次开始茫然了，又一次开始不知所措。我那时候想到过离开，返回星斗大森林去，我的命运本源之力还在星斗，我根本就是偷跑出来的。可是我又有点舍不得这次进入人类世界的机会。我知道如果我就这么走了，再想要回到你身边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我有些莫名其妙地留了下来，跟你们一起进入了星斗，为你寻找适合的魂环。我身为魂兽，竟然帮着你去猎杀魂兽，这不是很好笑吗？尽管我平时也很嗜杀，可那些魂兽毕竟是我的子民啊。后来我听了你讲述着你和你妈妈的故事，看过你的记忆和听你自己讲述的感觉竟然是那么的不一样。那一刻我才突然感觉到魂兽和人类是不同的，情感上的本质不同。你们人类所拥有的情感正是我们魂兽所没有的，也正是那时坚定了我留下来的心。我也想试试在你心中我能不能比冬儿更好。很快我就发现这个想法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和你同生共死之后，我自己都不知道，在我心中你已经留下了越来越深刻的印象。在命运之眼的彼此牵引下，你果然是我最大的结束。我开始渐渐喜欢上你了，喜欢看到你，喜欢在你身边。可你却开始排斥我，因为冬儿而排斥我。或许是冬儿感受到来自于我的威胁太过强烈了吧。那时候我甚至是有些得意的，长得一样又如何，我一定会比他强，一定要将你从他手中抢过来。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让你喜欢我，让你爱上我。那时候我很茫然，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你脸色焦急地离开学院，在好奇的驱使下，我跟着你向远方而去。你的智慧，你的坚决，你对冬儿的那份执着，都在不断地打动着我。当我亲眼看到你将那足以融金化铁的炽热阳泉就那么吞入腹中，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喷出一口鲜血的时候，你可知道我当时的感受？我第一次有了心痛的感觉，好疼，好疼。那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爱。你为了冬儿可以不顾生命的牺牲自己，可是你想过吗？我就在你身边，你变成了那样，我是何等的痛心啊！当我也同样喷出一口鲜血，为你摘下另一朵相思断肠红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已经爱上了你，不可自拔的爱上了你。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傻，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你是人，我是魂兽，我们应该是完全对立的才对。可是我就是那么傻，宛如飞蛾扑火一般。每一次你都伤得我好痛，好痛，每一次我却始终不忍离你而去。